大家好，解冻大虾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泡。今天教你一个海边人常用的方法，解冻好的虾跟新鲜的一样，而且解冻好的虾不泛红，肉质跟新鲜的一样 Q 弹，完全保留了虾的营养。关键是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3分钟就能解冻好大虾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大虾硬邦邦的，这时候不要加水，我们往虾的身上撒上一层食用盐，盐也不需要太多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撒好盐之后，等待3分钟左右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们平时吃冷冻大虾的时候，普遍都会出现腥味很重的问题，那是因为你解冻的方式或者是烹饪的方法不正确。在解冻的时候，如果直接加水泡，那就大错特错啦。那样解冻出来的速度不仅慢，而且泡的时间过久，还会导致虾的营养流失，口感也不好了，肉质也变得不 Q 弹。这就是无论我们怎么烹饪，大虾都带着一股浓重的腥味的原因。而用盐来解冻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解冻方法，不管是解冻大虾还是肉类，放盐解冻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它和撒盐化雪的原理以及人工降雨的原理是一样的。在水里放盐可以使水的沸点提高，同时也能使冰的溶解温度降低，更容易使冰融化。所以在解冻虾或肉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用撒盐的方式来解冻。现在时间过去了3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虾上面的一层冰霜已经不见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肉质，依然是非常的 Q 弹，和新鲜的大虾几乎一样，大虾也没有泛红黄的迹象。所以以后遇到大虾便宜的时候，就可以多买一些冷冻起来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煮冷冻大虾的小技巧。在煮大虾的时候，不要直接下锅煮，我们只需要多加1步，煮出来的大虾肉质不腥不柴，肉质 Q 弹，和新鲜的一样。首先我们把大虾处理干净，把虾线去掉，不要。全部处理干净之后，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姜丝，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白酒。这一步主要是去除大虾的腥味，然后下手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抓匀之后，往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大虾清洗干净。这里要多换几遍水，把水洗至清澈不浑浊就可以啦。这样我们的大虾就洗得非常的干净啦。然后控干水分，捞出来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然后开大火烧开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切成长长的小段。再来准备一块生姜，切成厚厚的薄片。水开之后，把葱姜下入锅中，开大火煮1分钟左右，把葱姜的香味充分的煮出来。时间到之后，再把葱姜控水捞出来。这时候再把大虾慢慢的倒进来，开大火煮，用最短的时间把大虾煮熟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煮的时间不能太久，虾肉煮老了就不好吃了。煮至大虾个个变红，虾身变得弯曲，像这样就可以控水捞出来了。这个时候虾肉的成熟度刚刚好，非常的鲜嫩又 Q 弹。我们这样做出来的冷冻大虾，肉质依然 Q 弹爽滑，口感劲道有嚼劲，和新鲜的一样。即使是用最简单的白灼大虾，也好吃得不得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在炒包菜的时候，有的人过油，有的人焯水，还有的人直接炒。那么这道菜到底怎么做才好吃呢？今天就教你最正确的做法。首先我们在选包菜的时候，要选这种比较新鲜的结实的包菜，因为新鲜结实的包菜炒出来比较清脆。然后我们再用手像这样拍一拍，
拍过的包菜比较容易散开。拍好之后，先把包菜的根部切掉，这样我们的包菜就比较容易散开了。我们用手轻轻的一掰就散开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选包菜的时候，最好是选这种叶子比较厚的，叶子比较厚的包菜炒出来更好吃。全部都掰好之后，把它放到大盆里，然后再用手把叶子一片一片的给它撕开，用手撕出来包菜更加好吃。包菜的叶子撕下来之后，中间的那个硬心就不要了，因为那个硬心炒出来不好吃，比较硬。包菜全部撕好之后，往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再加入1小勺小苏打，然后加入1大盆清水，把包菜清洗一下。包菜一定要撕好之后再洗，这样清洗出来的包菜比较干净。使用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而小苏打可以使包菜保持翠绿的颜色，这样做出来的包菜颜色翠绿，口感更清脆。洗好之后浸泡10分钟左右，10分钟之后再把包菜控水捞出来，然后再倒入清水，多清洗几遍，把包菜里的食盐和小苏打清洗干净。这样洗过之后，包菜就不会太咸了，而且颜色更加的翠绿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把它捞出来，放到肉篮里面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1块五花肉，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把大蒜，切成蒜粒，1小块生姜，先切成姜丝，再改刀切成姜末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根大葱，斜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1个小碗，加入1勺陈醋，1勺生抽，1小勺五香粉，1小勺白糖提鲜，1点点鸡精，1勺蚝油，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1把干辣椒和1把花椒，放入盘子里备用。然后把锅烧热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包菜放进来翻炒一下，先把包菜里多余的水分给它炒出来，把包菜炒软。我们提前把包菜先炒一下，这样包菜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，而且不容易炒出糊味。然后再加入1点点食用盐翻炒，这样能保持包菜的翠绿的颜色不花黄。包菜炒软之后像这样就可以啦，然后先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起锅加入1小勺猪油，用猪油炒的菜更香。油热之后把五花肉倒进来翻炒，把五花肉炒香，把多余的油脂炒出来，炒至五花肉微微花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再把葱姜蒜加进来翻炒，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干辣椒和花椒倒进来翻炒，炒出香味，炒出辣味。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包菜倒进来翻炒。炒包菜的时候我们要全程开大火，如果小火的话包菜容易出水，而且炒出来也不清脆。翻炒均匀之后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，炒至包菜入味。调料倒入锅中之后不要炒得太久，把包菜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炒匀之后把它盛出来，装入大碗中。一道清脆爽口的包菜就做好啦。这样做出来的包菜颜色翠绿，口感清脆又入味，用它来招待客人也是非常的有面子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
把酱油倒进牛肉里面泡一泡，没想到这么好吃，这才是牛肉最好吃的做法。出锅之后比任何肉都要好吃，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。做出来的牛肉酱香味浓郁，而且不散不柴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30块钱1斤的牛腱子，我买了2个。牛腱子做出来的肉造型好看，吃起来也比较鲜嫩。牛腱子的个头比较大，我们先改刀给它切得小一点。切好之后，给它装入大一点的盆里面，然后往里面加入2勺盐，再加入适量的白醋，然后倒入清水，清水没过牛肉就可以，然后用手抓拌均匀。很多人在做牛肉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焯水，那样就大错特错了。加入食盐可以快速的泡出牛肉里面的血水，加入白醋可以软化肉质，然后浸泡2个小时左右。再准备20颗生姜，改刀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1根大葱，切成厚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1把清洗干净的香菜，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2个草果，2个八角，2片香叶，1块桂皮，1小把小茴香，适量的花椒。再把准备好的香料倒入锅中，再加入1小把干辣椒，开小火把这些香料炒出香味。这里要注意的是火不要太大，要不然就炒糊了，炒糊了会发苦，炒至颜色变得微微花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炒好之后倒入500克左右的生抽酱油，再加入30克老抽酱油上色，再加入适量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，这样不仅能够去腥，还能够增加牛肉的香味。开小火慢慢煮，煮出香料的香味，大概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啦。时间到之后，我们关火，放一旁放凉备用。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的牛肉也已经泡好啦，看一下已经泡出了很多的血水，牛肉的颜色也已经泡得发白了。然后把它控干水分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牛肉清洗干净。我们这样处理过的牛肉就非常的干净了，没有一点的腥味和血水。清洗干净之后，给它控干水分，取出来放在案板上，然后用牙签在牛肉上面扎一些密集的小洞洞，这样可以让牛肉更加的入味，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嫩。扎好之后，再用厨房纸把上面的水分清理干净，擦干水分之后放入大盆里面，再把放凉的料汁也倒进来，切好的葱姜香菜也加进来，再加入2勺甜面酱，1勺蚝油，再加3勺黄豆酱，1小勺盐，少许的胡椒粉，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。这样提前把牛肉腌制一下，做出来的牛肉就会特别的入味，而且酱香味也非常的浓郁。抓拌均匀之后，盖上盖子，放到冰箱里冷藏腌制1个晚上。这是腌了1个晚上的牛肉，颜色已经变得特别漂亮了，也非常的入味。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到汤锅里面，再把腌牛肉的料汁也加进来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牛肉就可以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，炖1个半小时左右。时间到啦，这时候我们的牛肉也已经非常的软烂入味了，然后给它取出来，看一下这颜色也非常的漂亮。然后用保鲜膜把牛肉裹起来，尽量裹得紧实一点，尽量给它多裹几圈，这样裹得更加的紧实。裹好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夜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紧实，而且切出来也更加的有型。这样我们在切的时候就不会散掉，它的口感吃起来不老不柴，也不会塞牙，酱香味浓郁，口感特别的好。
我们提前把牛肉腌制一下，这样能够达到里外香味一致，而且切的时候牛肉也特别的有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以后你们家如果想吃饺子，饺子馅你就像我这样做，保证鲜嫩多汁无腥味。学会了，人人都夸你是大厨。今天我就把开了50年饺子馆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20克生姜，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再准备1根大葱，切成薄薄的厚片。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再加入1个八角，1把花椒，再倒入1碗开水，这样才能够把葱姜大料的香味激发出来。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放一旁浸泡出香味。再来准备1个大碗，倒入提前剁好的肉馅，这个肉馅大概2斤左右。做饺子馅一定要选用3分肥7分瘦的肉，这样吃起来香而不腻。然后开始调味，加入1勺食用盐，1勺鸡精，少许的白糖提鲜，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，2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再加入适量的老抽上色，再打入2个正经的鸡蛋，倒入刚刚泡好的葱姜大料水，先加入一半，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让肉馅吸收所有调料和料水，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把肉馅搅拌至上劲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，让肉馅充分的吸收水分，搅拌至肉馅变得非常的粘手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再把剩下的料水全部倒进来，过滤出来的葱姜和大料不要倒掉，留着备用。然后继续用手不停地搅拌，把肉馅朝着一个方向搅拌至上劲，让这个肉馅充分地吸收料水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。只有肉馅吸足了这个料水，做出来的饺子馅才会鲜嫩多汁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，也是饺子馅好吃的关键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肉馅已经上劲了，紧紧地吸附在手上，这样我们的饺子馅就调好啦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10克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姜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姜末尽量切得碎一点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准备1斤大葱，先改刀切成葱丝。今天我们做猪肉大葱馅的饺子，如果不喜欢大葱，也可以改成韭菜，或者是其他自己喜欢的蔬菜都可以。然后把大葱改刀切成葱花。切大葱的时候一定要找个通风的地方，这样就不会辣眼睛了。切好之后和姜末放在一起，接下来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放入葱姜和大料，开中火慢慢炒，炒出水分，炒出葱姜和大料的香味，一直炒至葱姜和大料微微花黄就可以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放凉的料油倒入大葱里面，加入适量的芝麻香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这样不仅能增香，还能够防止大葱出水。然后再把大葱倒入肉馅里面，继续用手搅拌均匀，让肉馅和大葱充分的融合。这里也可以把大葱换成芹菜、韭菜，其他自己喜欢的蔬菜都可以。最后搅拌至非常的粘手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我们这样调出来的饺子馅鲜嫩多汁，非常的香，没有一点的腥味，可以用它来包饺子、包馄饨或者是馅饼，都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莹。
为什么饭店里面炒的花甲那么的好吃呢？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切记我们在炒花甲的时候不要焯水。教你一个炒花甲正确的做法。照我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花甲鲜嫩入味，干净无沙。首先我们来准备2斤花甲，这是我早上花了10块钱买了2斤花甲。我们在买花甲的时候一定要买这种肥一点的，像这样个头大一点的，吃起来比较过瘾。然后往花甲里面加一勺食用盐，再加一勺食用油，然后我们来回的晃动盆，这样就可以把花甲晃晕了，然后花甲就可以老老实实的吐沙子了。这也是海边一位老大爷教我的方法，非常的简单实用。给它摇晃1分钟左右，然后倒入清水浸泡1个小时左右，让花甲吐一吐沙子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配料，几瓣大蒜切成蒜片，再准备1小块生姜切成姜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切成小米椒圈。如果不吃辣的，可以把小米椒换成菜椒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，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菜，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花甲泡好之后，我们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干净，这里一定要多洗几遍，把水洗至清澈为止，这样才能把沙子清洗干净，等一下吃的时候才不会有沙子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把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到漏篮里面控干水分。接下来锅中不用放水，也不用放油，把控干水分的花甲倒进来，然后沿着锅边淋入1勺料酒去腥，然后盖上盖子焖1分钟左右，让花甲自然的开口。这样做出来的花甲鲜嫩不老，而且营养还不会流失。这也是海边人经常用的方法。花甲全部开口之后就可以关火了，切记不要煮得太久，然后把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姜蒜片和小米椒加进来翻炒，开小火慢慢炒，炒出蒜香味。炒香之后再加1勺生抽，1勺蚝油提鲜，然后翻炒均匀，炒出酱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煮花甲的原汤加进来，加入1小勺鸡精，然后加入1碗水淀粉勾芡，开大火把汤汁煮至粘稠，这样花甲吃起来更加的入味。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把花甲倒入锅中，这时候开大火翻炒均匀，让汤汁都能均匀地包裹在花甲上面。炒匀之后再把香菜和小葱加进来，翻炒均匀，把小葱和香菜炒至断生。把小葱炒至断生之后就可以出锅啦。哇，好香啊，非常的鲜香。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，一道非常好吃的炒花甲就做好啦。这样炒出来的花甲鲜嫩多汁，非常的入味，而且一点沙子也没有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下酒下饭都非常不错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